今天我们来聊聊一场在中国大地上酝酿的财政风暴。如果北京真的救不动，中国哪些省份可能最先崩盘？当经济衰退来袭，地方债务与楼市泡沫的双重冲击下，一些看似风光的地区其实暗藏危机。我们将深入剖析10个面临极高风险的省市，范围之广，从富裕的江苏到负债累累的贵州，从人口大省河南到资源枯竭的黑龙江。为什么中央政府的援助可能在这些地方失效？债务规模、烂尾楼、人口老龄化和产业衰退如何交织，把这10个地区推向动荡的边缘？今天就让我们抽丝剥茧，一探究竟。首先登场的是江苏省。提到江苏，许多人印象中那是富庶之地，经济总量长期名列全国前茅，民营制造业发达，城市灯红酒绿。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富裕省份，隐藏着惊人的债务冰山。过去10多年里，江苏各地是大兴土木，疯狂举债搞建设，似乎每个城市都想更进一步。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中央放宽地方融资政策，各地纷纷成立融资平台，江苏更是一马当先。此后，棚改货币化的浪潮推动3、4线城市扩张，新区、新城雨后春笋般涌现。在耀眼的 GDP 数字背后，地方政府透支未来，换取当下发展。到了2022年，江苏全省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余额高达 8.6 万亿元，居全国第一。如果把政府显性债务和城投公司隐性债务都算上，江苏的广义负债率攀升到惊人的 471%， 仅次于天津和重庆。更触目惊心的是，全省13个地级市的负债率无一低于 300%， 其中泰州的负债相当于该市财政收入的7倍多，镇江超过8倍。也就是说，有些市政府未来几年哪怕不吃不喝，把所有收入都拿来还债也远远不够。江苏曾被戏称苏大强，经济实力强劲到想和广东争夺第一。然而如今背上沉重债务包袱，财政水分不得不挤出，未来恐怕难以再风光。更麻烦的是，这些债务很大部分是隐性的，不透明，不受预算约束，一旦融资平台资金链断裂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江苏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即便是富裕地区，如果长期依赖借债发展，一样会埋下财政危机的定时炸弹。与江苏的繁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南山区的贵州省。贵州曾经是全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，经济底子薄弱。然而过去10余年，贵州摇身一变成为基建狂魔，高架桥在大山深处穿行，高速公路纵横崇山峻岭，各种天下第一桥，世界最长隧道层出不穷。从2010年前后起，贵州靠着融资平台大举借债修路建成，一度创下基础建设投资增速全国第一的纪录。雄心万丈的大开发让贵州经济增速一度领跑，但代价是天量债务。如今当景气退潮，贵州发现自己进退维谷，债台高筑而财源匮乏。高速路修到了村村寨寨，可车流量远没有预期那么多，高昂的运维成本和利息压得地方政府透不过气。据估计，贵州全省政府隐性债务加显性债务合计可能超过2万亿元，债务负担在全国数一数二。2023年初，贵州财政甚至罕见地向中央喊渴，表示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化解债务，希望得到特别支持。中央随即批准发行上千亿元的特殊再融资债券，专门帮贵州以更低利率借新还旧，暂时缓解燃眉之急。这相当于给贵州延长了还债期限，但债务本金仍然沉甸甸地压在那里。更何况，贵州的财政收入有限，大项目却一箩筐，原有大数据产业园、各种开发区，近有城际高铁和市政工程，哪一样不要钱？贵阳一度建起宏伟的新区和会展城，结果入住率寥寥，变成空荡荡的鬼城。基建狂飙过后留下的烂尾楼、半拉子工程成了难以平复的伤痕。如今贵州可以说是负债累累，却又骑虎难下，一边要维持项目运转，避免烂尾扩大，一边还要设法开源偿债。在经济下行和房地产低迷的夹击下，贵州这种高度依赖投资拉动的欠发达地区，无疑是风险最高的地带之一。一旦再没有中央输血，贵州的财政紧箍咒只会越勒越紧。接下来把目光投向中原腹地的河南省。
河南素有人口大省之称，常住人口接近1亿，幅员辽阔，下辖县市众多。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，河南人勤劳能吃苦，为全国工厂、工地输送了无数劳动力。然而自身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却相对滞后。财政上，河南长期依赖中央转移支付输血，自身造血能力有限。过去几年，随着经济压力加大，这个人口大省的财政困境日益凸显。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2022年，河南多家村镇银行爆出挪用存款丑闻，大批储户发现存款提不出来，引发群体性维权事件。最终，官方虽然介入垫付部分损失，但此事暴露出基层金融已经出现了信任危机。也是在2022年，河南多地出现购房者集体停贷风波，一些房地产项目因开发商资金链断裂烂尾，绝望的买房人宣布不再偿还房贷，断供风潮从郑州等地蔓延开来，一度波及全国，让当局如坐针毡。郑州作为省会，在房地产繁荣时期大拆大建，高楼林立，如今却留下不少烂尾楼，成为楼市泡沫破裂的缩影。对河南这样工业不够强、财政收入有限又人口众多的省份而言，房地产曾是支柱产业和财政重要来源。一旦楼市不振，土地出让金锐减，财政压力立刻山雨欲来。数据显示，近年河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乏力，而刚性支出却居高不下。广袤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、基础设施需要投入，城市扩张需要钱，抗洪救灾要钱，哪里都缺钱。在经济景气时还能勉力维持，但遇上疫情和经济下滑，财政捉襟见肘就显露无遗。更深层的隐患在于人口结构，河南年轻人大量外出打工定居他乡，留在本地的老年人和儿童比例升高，养老和医疗负担沉重。可以说，河南正在面临一个未富先老的局面，还没等全面工业化迈入富裕，人口红利已经衰减。未来中央即便倾斜更多资源给河南，能否补上如此庞大的人口民生欠账也是未知数。一旦经济再遭冲击，河南的就业和财政压力可能瞬间转化为社会压力，这颗雷不容小觑。现在把镜头转向中国的最东北端，黑龙江省曾经是中国的共和国长子，以富饶的黑土地和丰富的资源著称。计划经济年代，黑龙江凭借大庆油田的滚滚石油和齐齐哈尔、哈尔滨等地的重工业，为国家经济立下过汗马功劳。然而时过境迁，老工业基地的荣光不再，取而代之的是资源枯竭、产业凋敝和人口外流。数据显示，在2010年至2020年短短10年间，黑龙江常住人口从3800多万锐减到约3100万，10年净流出将近650万人，降幅达到 16.87%。 这意味着每6个黑龙江人当中，就有1个在过去10年里消失在这片土地上，或是搬走，或是去世，且没有新生人口补充。放眼望去，一些县城、乡村变得冷冷清清，年轻人寥寥无几。更严峻的是人口老龄化，黑龙江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在全国垫底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急剧下降，领退休金的人越来越多。在经济不景气、年轻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，养老金支付压力如同大山，黑龙江的经济结构也陷入困境。以往支柱的大庆油田产量日益枯竭，曾经热闹的矿城如今满目萧条，传统工业企业竞争力不足，不少要么倒闭，要么艰难维持。农业虽然在全国举足轻重，但种粮食利润微薄，留不住年轻人，财政收入可想而知，每况愈下。为了维持基本运转，黑龙江对中央补助的依赖度极高，属于典型的输血式经济。尽管如此，地方政府仍背负了不小的债务。面对经济下滑和人口缩减的恶性循环，一些基层政府甚至出现发工资困难的迹象。有传闻称，个别地区曾经靠举债发放教师工资和养老金，一旦借新还旧的游戏玩不下去，基本公共服务都可能难以为继。黑龙江楼市亦是惨淡收场的写照。哈尔滨的新区开发多年没等来预期的人口，楼盘卖不动，只好降价甩卖。更小一些的城市如鹤岗，房子竟然卖出白菜价，几万元就能买一套房产，价格低到令人难以置信。
当房屋不再稀缺，背后反映的是对未来人口和经济的悲观预期。黑龙江正处在这样一种让人心疼的局面，年轻人走了，房子空了，财政窘了。如果未来中国经济风雨再起，黑龙江这种已经虚弱不堪的地区恐怕最先遭受冲击。东北3省的困境不止黑龙江一个，与之相邻的吉林省同样面临人口凋零与转型煎熬的挑战。吉林的人口总量本就不大，2020年第7次人口普查显示，全省仅剩2400多万人，比2010年减少了338万，人口降幅超过 12%， 情况仅次于黑龙江。作为内陆省份，吉林没有沿海区位优势，经济结构较为单一，长期以汽车制造和农产品为支柱。省会长春的中国一汽集团虽然是共和国长子企业，但这些年市场竞争激烈，传统汽车产业压力山大，利润贡献有限。除了长春略具工业实力外，吉林其他地区产业基础薄弱，很多地方发展靠投资拉动。过去一些年，吉林也没少举债搞建设，长春修了地铁和高架桥，吉林市整市市容建起新区，各地都希望通过基建刺激经济。然而经济增速并没有起飞，反而留下了不小的债务包袱。吉林省的广义债务率被指以超过 500%， 在全国名列前茅，也就是说，债务规模是财政收入的5倍以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吉林的财政自给能力很弱，每年靠中央转移支付过日子，这种情况下还累积如此巨额的隐性债务，其风险可想而知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吉林也逃不脱人口老化、年轻人外流的命运，大量吉林青年到关内发展，导致本地劳动力短缺和消费不振，城市活力下降。就拿曾经繁华的吉林市为例，过去以化工和重工业闻名，如今不少厂区烟囱不再冒烟，年轻人走的走，留下的多是上了年纪的居民。一些棚改安置的小区建好了，却空置许多单元，因为愿意留下的人不多。吉林的困境是老工业区艰难转型的缩影，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，苦于留不住人才，想依靠投资拉动，无奈财力有限，债台高筑，一进一退之间，发展陷入瓶颈。如果说黑龙江像一部资源耗尽的没落史诗，那吉林就是一幅转型不利的挣扎画卷。一旦外部环境稍有风吹草动，吉林脆弱的经济和财政平衡恐将最先打破。从东北的冰天雪地来到云贵高原的云南省，风景变了，挑战却如影随形。云南以风光秀丽著称，旅游资源丰富，矿产和生物资源也不少。然而这些先天优势并没有阻止云南陷入财经困境。多年来，云南一直在探索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，但受制于地理和区位劣势，产业基础不够牢固。为了赶超发展，云南也走上了大举借债之路，成为地方隐性债务的重灾区之一。云南省的融资平台公司数量众多，债务规模庞大。据报道，截至2025年，云南省城投公司总负债率高达 80% 以上，不少企业净负债率接近500%。这意味着资产负债表上已经千疮百孔，偿债能力极弱。实际上，市场早已对云南的一些融资平台产生疑虑。就在前2年，云南省一家大型城投企业因财务困难而发生债务违约的消息传出，震动了投资圈。最终虽有惊无险，通过展期和以物抵债等非常规手段渡过难关，例如用一批滞销的商品房抵偿欠款。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能维持多久？昆明作为省会，这些年城市建设日新月异，高架桥和地铁线四通八达，城市面貌焕然一新。然而财政支出的大增背后，是土地出让收入的逐年下滑和债务压力的步步逼近。随着全国楼市转冷，昆明也难逃影响，新房销量萎缩，很多棚改后的地块无人竞拍，只好降价处理。没有了土地财政这棵摇钱树，城市建设如何为继？再看云南其他地方，不少州市为了招商引资和提升 GDP， 也投入大量资金兴建产业园区、基础设施，有的地方甚至举债在偏远地区修建机场、高速公路，希望带动旅游和贸易。然而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，游客增长赶不上预期，跨境贸易受国际形势影响波动，债务利息却一分不能少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
云南各地已有一些基建项目出现资金断流而烂尾的苗头。如果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，城投债无法顺利滚续，将有更多项目停摆，进而影响经济民生。总体而言，云南就像一位在云端跳舞的舞者，头顶是美丽风景，脚下却是信用的悬崖。一旦踏错节拍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与云南相邻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同样面临财政和经济的险滩。广西地处华南边陲，拥有迷人的喀斯特山水和悠久的少数民族文化，然而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不高，属于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广西虽然也努力追赶，出现了南宁、柳州等区域中心城市，但整体而言，工业实力和财政规模仍远落后于沿海发达省份。为了改善基础设施，缩小差距，广西在过去10多年中大举举债上项目，高速公路从零起步延伸到县通，铁路网络不断完善，边境口岸城市拔地而起，北部湾经济区投入巨资开发。广西的面貌是变化了，但债务也迅速膨胀。据统计，广西2023年的总债务率已超过 500%， 在全国名列前茅。这说明广西整体财力和债务规模极不相称，偿债能力非常有限。更严重的是，广西经济对房地产和基建投资依赖度高，而这两项现在都遇到了大麻烦。近年来，广西不少3、4线城市出现房屋滞销，房价下跌，有的县城新区建了不少高楼，但购房者寥寥，夜晚整片小区黑灯瞎火，楼市不景气直接导致土地出让收入锐减，地方政府财政更加困顿，曾经寄予厚望的工业项目也面临挑战。广西的支柱产业如糖业、有色金属、机械制造等处于价值链低端，竞争力不足，且环境成本高。近年来经济下行，这些产业利润缩水，税收贡献减少，失业问题浮现，年轻人大量外出打工，使本地人口老化问题提前凸显。留在农村的多是老人小孩，农村基层扶贫和社保开支沉重，财政不堪重负。广西还有自身的特殊难处，作为民族自治区和边境省区，很多地方需要维稳和国防投入，这些开支往往看不见却不可少。有专家担忧，广西已经走到财政危机的边缘，一旦外部有风险传导过来，比如沿海经济进一步下滑导致转移支付减少，广西可能最先挺不住。壮乡秀丽的山水之间，其实潜伏着一条湍急的财政险流，稍有不慎就会掀起风浪。说到欠发达地区，就不能不提甘肃省。地处大西北的甘肃，历来就以经济落后著称。由于自然环境严酷，历史发展滞后，甘肃可谓先天不足，后天失调。改革开放后，东南沿海迅速崛起，甘肃却几乎被时代抛在身后。近年国家加大对西部的支持力度，兰州新区成为国家级开发区，铁路公路网建设提速，才多少改变了封闭落后的面貌。然而甘肃自己的造血能力仍然很弱，全省 GDP 总量在全国倒数，财政收入更是杯水车薪。为了改善发展条件，甘肃同样背上了不小的债务包袱。据估计，甘肃的政府债务率已超过 500%， 在全国属于最高的一批。但与此同时，甘肃的人均财政支出需求高于全国平均，因为贫困人口多，基础设施落后，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，这就形成恶性循环，越穷越要举债发展，债越多，财政负担越重，又拖累发展。甘肃的一些投资项目效益低下，甚至沦为笑柄。举个例子，前些年兰州市耗资巨大的新区建设，本想打造一个产业新城，但由于位置偏远，缺乏产业基础，至今人气稀薄，大量楼宇闲置，这些固定资产躺在那里不产生收益，却要由政府承担融资成本和运维费用，成为名副其实的负资产。甘肃很多市县几乎拿不出多少自有财力，日常开支主要靠上级补助，一旦碰到收支缺口，只能举债补缺。然而债务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如今中央对隐性债务管控趋严，甘肃新增举债受限，而存量债务利息却不减反增。一些欠发达地区甚至出现这样的怪状态，政府新项目不赶上，老债务利息却要年年还财，正几乎沦为还债办。此外，甘肃的人口
也在流失。很多甘肃年轻人外出到发达地区工作定居，导致本省人口增长停滞乃至负增长。未来劳动力匮乏，老人比例提升，这又增加了社会保障的压力。甘肃正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在艰难前行。或许外人早已对他的贫穷见怪不怪，但在本轮经济下行周期里，甘肃的脆弱性尤其值得警惕，因为它几乎没有缓冲余地，一场风暴就可能让其财政彻底失控。最后，我们来看一看直辖市天津的情况。天津虽然不算省，但作为省级行政区，它的财政风险同样高企，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许多省份更严重。曾几何时，天津是仅次于首都北京的北方第二大城市，工业基础雄厚，港口贸易繁忙。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天津凭借沿海和直辖市优势吸引了大量投资，一度天津的经济增速领跑全国。滨海新区被寄望成为中国版曼哈顿，市政府大手笔挥舞，投入巨资在滨海滩涂上建起了一座座摩天大楼和金融中心。然而造化弄人，这场豪赌最终并未如愿。滨海新区的高楼不少沦为空置，金融城里办公室长期租不出去，当年的宏伟蓝图渐渐变成现实中的郁郁葱葱、杂草丛生的荒凉。2015年，天津港发生特大爆炸事故，更给当地经济蒙上一层阴影。在这之后，天津的经济增速明显放缓，甚至被周边后起的省会城市超越。更严重的是，2017年前后，天津官方自曝经济数据注水，滨海新区此前虚报了几千亿的 GDP， 水分挤掉后，人们发现天津经济体量其实远不如想象中那么乐观。与此同时，天津债务问题开始浮出水面。由于多年来大搞建设，天津各区融资平台债务累积惊人。有研究显示，天津的广义债务率高居全国第一，达到将近 775%， 也就是说，债务规模约是财政收入的7倍多。这样的数字，任何人看了都要倒吸一口凉气。如果天津不是直辖市，早已被列入最高风险等级。近年来，中央不得不默默为天津兜底，批准天津发行大量再融资债券，用新债还旧债，暂时维系体面。但长期而言，天津要消化如此庞大的债务，并恢复造血功能，并非易事。一方面，天津的人口结构在老龄化，年轻劳动力增长乏力；另一方面，它的产业转型也面临挑战，传统制造业优势减弱，高新产业和民营经济不够活跃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有点尴尬。当下天津仍在负重前行，但如果未来全国经济再遇到风险波动，中央财力又无法惯性支援，那么天津这个直辖市或许会爆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财政风险。滨海梦碎之后的天津正试图重拾发展路径，但债务黑洞像幽灵般挥之不去，一旦资金链出现闪失，这座直辖市也难免最先动荡。与天津并列4大直辖市的重庆，也必须提醒一句，重庆号称中国最大城市，从市域人口算，地位特殊，既有大城市的繁华，也辖区辽阔，包含广大农村。直辖以来20多年，重庆经济高速发展，夜景流光溢彩，高楼比肩而立，成为内陆崛起的明星城市。然而在光鲜背后，重庆的财政隐忧不容忽视。由于直辖范围大，重庆承担了大量城乡基建和平衡发展任务。为了同时搞好主城都市区和周边区县建设，重庆这些年大兴土木，四处举债。长江上的特大桥一座接一座修，纵横山区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，连偏远的武陵山区都通了高速和机场。重庆还建成了全国最大的轨道交通系统之一，单轨列车穿楼而过的壮观场景享誉世界。然而，这些庞大投资也让重庆的债务水涨船高。据估计，重庆的广义政府债务率已超过400%，在省级行政区中名列前茅。加之重庆下辖众多区县，不少区县本身财力有限，靠土地融资支撑建设，一些隐性债务可能未充分体现在官方口径中，实际风险更高。重庆的楼市近年来也出现降温迹象，虽然作为直辖市房价不算低，但重庆土地供应充足，郊区新城不停扩张，导致商品房库存较高。
几家重庆本土房企此前在全国攻城略地，如今受到行业寒冬波及，资金链吃紧，连带本地不少项目进度放缓甚至停工。房地产不景气使重庆财政收入受到拖累，过去卖地挣的钱少了，地方债务偿还却刻不容缓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重庆经济近年进入转型阵痛期。曾几何时，重庆以汽车、电子制造为支柱，比如长安汽车、笔电产业。但当前汽车产业面临新能源转型压力，而重庆的产业升级还在摸索阶段，民营经济活力相对沿海不足，创新产业起色不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消化存量债务并保持发展后劲，挑战重重。如果说天津债务风险更在于虚高的融资平台数字，那重庆的隐患则在于庞大的城乡建设投入，何时能获得回报？如果经济环境不及预期，债务黑洞继续扩大，重庆作为内陆直辖市，也有可能成为最先出问题的那一批。毕竟腰缠债务巨石行走在山城陡坡上，每一步都惊险万分。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，从北国边陲到南疆边境，我们梳理了江苏、贵州、河南、黑龙江、吉林、云南、广西、甘肃、天津、重庆这10个高风险省市的现状。可以看到，尽管地域不同，发展程度各异，这些地区正面临某些共通的挑战。债台高筑，无论是富庶如江苏，还是贫困如贵州，地方政府债务都达到甚至远超警戒线。楼市失速，曾经支撑财政的房地产市场全面降温，到处是卖不掉的房和收不回的地，人口转折，年轻人外流，老龄人口攀升，人口红利变成了人口负担，产业掣肘，传统产业凋敝，新兴产业未起，经济转型举步维艰。在经济上行时，这些矛盾被高速增长的洪流暂时淹没，一旦大潮退去，问题累累的真实状况就暴露无遗。那么，北京能拯救这一切吗？中央政府固然不会坐视地方陷入全面财政危机，近年来也出台了特殊债券、债务置换、财政转移支付倾斜等措施，为地方纾困。然而这些治标之策如同给病入膏肓者续命，难以根治痼疾，更何况中央财力本身也非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当风险点遍布各个省份，中央即使倾囊相助也难免捉襟见肘。一旦国际国内再现经济风暴或者财政黑天鹅，全国性财力紧缩，中央政府可能也爱莫能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不得不发出深度预警，上述这10个省市极可能成为最先出现财政动荡的多米诺骨牌。一个地方的债务违约、金融机构挤兑、基础公共服务中断等，都可能像火星一样四处分溅，引燃更大范围的危机。当然，我们并非危言耸听，更不是诅咒某地出事，而是希望通过剖析风险，唤起对改革和化解隐患的重视。毕竟，债务和楼市泡沫问题，说到底还是要靠发展和结构转型来解决。对上述省市而言，未来的路或许很艰难，需要缩减开支，度过财政难关，也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，来摆脱对债务和房地产的依赖。如果能够的痛下决心调整，或许还有转机。反之，听任危机累积，最终可能不仅是地方政府崩盘，甚至威胁整个中国经济的稳定。当经济的冬天到来时，希望我们不会看到这10个省份真的相继动荡的那一天。但未雨绸缪，居安思危，正是当下中国决策者和全民所需要的冷静头脑。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看中国各地能否安全度过这场前所未有的财政大考验。